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并且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我们都会开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都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欢迎大家和我们连线。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欢迎今天来到节目求助的嘉宾，欢迎他们。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夏先生，25岁，来自浙江，研究生在读；窦女士，25岁，来自山东，研究生在读。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你们之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就是个操心的老妈子，她不仅跟异性暧昧，没有边界感，而且总是邋里邋遢的，我真受不了了。她就是闲吃萝卜淡操心，总是莫名其妙的数落我。说什么死猪不怕开水烫，有他这么说话的吗？你对这段感情还有期待吗？没啥期待了，4年了，我耐心已经耗尽了。如果他今天不能给我个交代，他就别跟我回去了。这段感情对我来说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其实呢，也没啥大问题。我不明白他怎么一直这么较真呢？在感情生活中像老妈子一样，这20来岁怎么就把自己活成了老妈子呢？对，我感觉我太操心了，就大事小事都让我操心，我都烦死了。那我们听一听，就您都操了些啥心？就比如说吧，他早晨那个闹钟自己不定，让我给他打电话啊，然后他平时外出都让我给他规划，还有什么资料啥的都是我给他整理。我感觉我就像养了个儿子一样。因为有些时候我可能比较忙嘛，就这种小事儿，我就是说喜欢交给他，让他来去帮我去规划一下也好，还是说怎么弄一下也好。可能说我的个人的重心放在一些比较大的事上。什么叫大事儿啊？我们两个以后的一些工作上的事或者学习上的事。他的工作你要规划吗？我也会给他去规划，但其实更多的也是说来自我自己上面这些事儿。是啊，所以不就是你只管自己吗？你的大事你自己管，他的大事他自己管，但你的小事他得管，是这意思吗？是这意思啊。他就嫌我管太多了。我想说我再不管他都要跟别人跑了。老师你都不知道，他打游戏，我在旁边他就喊人家宝宝怎么样，宝宝怎么样，你说我听着能好受吗？那后面我也跟他解释过了呀，就是他游戏里面他那个昵称就叫宝宝嘛。那怎么可能昵称叫宝宝嘛？他前缀肯定有吧，后缀肯定有吧，天线宝宝、地雷宝宝、萝卜宝宝那都是宝宝呀，你咋不那样喊呢？非得喊人家宝宝。你有去看吗？那个女孩的全名叫什么？全名老长了，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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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宝，具体我不记得了啊。但他就专挑宝宝那俩字叫，对，专挑宝宝喊人家。你说这谁受得了？还搁我旁边喊。他平时喊你什么呀？他也喊我宝宝，也喊我别的。你解释解释吧。那个我也当时也跟他说了，你看他也知道那昵称前面很长，那我喊前面的不费劲吗？哎，大哥，人家那是女的，你喊人家宝宝，你觉得好吗？那我叫顺口呀。如果一个男的他的后缀也是宝宝呢？那我不会喊。所以你看呀，哎，老师，他不光喊人家宝宝，他还偷偷加人家微信跟人家聊天，早晨问候，晚上问候，对我咋不这么上心呢？我对你也上心啊，人家给我发消息，那我出于礼貌，那我是不是得回人家呢？我感觉这太不正常了。好，那这事儿你接受不了，然后呢？怎么解决？我让他把那女的删了，他说行，删了，还给我写了保证书，你看我还拿来了。他保证以后在家的时候少打游戏，少跟女生接触，不乱喊别人宝宝，然后平时多跟我交流，多跟我出去玩，把我放在心上，多注意我的感受。他现在根本就没人按这做，这保证书就废纸一张了。哎，老师，我想问一下，就这保证书，如果以后我拿去做公证，能不能就是作为什么什么证据啊？有什么法律效益吗？有什么法律效应吗？他把那揉了扔了，他问你有没有法律效应？先给要回来，先给要回来。对，快拿回来呀！看一眼。姑娘，你先把那个拿回来。你既然想让我看你团，你就别这么早团，你知道吗？有用吗？这个保证书这个东西啊，包括这个忠诚承诺书，只限于有忠诚义务的夫妻之间。搞对象时期哈，就不存在法定上的忠实义务，所以你们没有所谓的保证书这么一说。啊，那可以揉了。那他这保证书就作废了呀。我替你揉了啊，我替你揉了，放在这儿，你待会儿再砸它啊。啊，好，来接着说。那我觉得我给你写保证书，那就是我的一个态度啊，后面我也改了呀。删了是吗？不联系了是吗？最后肯定是删了不联系了呀。游戏呢？还叫宝宝吗？
也少喊了，也不是，等会儿少喊了，就还喊是吗？那有些时候可能说不小心可能喊两下嘛，但是也你跟那个宝宝还一起打游戏呢？没有了，跟其他人换了一个宝宝。你怎么总能碰到叫宝宝的女生呢？可能是因为游戏玩的比较多吧。哎呦，我的天哪！这保证书白写呀，不叫别人保证书上写的清清楚楚的吗？别说你受不了，这换谁都受不了。但我后面真改了呀，后面慢慢的我后面就不打了，而且很多时候也是啊，我自己一个人打。妈妈还有其他的这个老师，追踪的一些在游戏里喊人宝宝，他搁外头照样给女的纠缠不清。就我们出去玩，我还有他还有另一个女的，他就这样，这边这样搂着我，那边这样搭着那个女的。你说这算啥事儿啊？那女的是谁呀？就我朋友啊。那个女生有男朋友吗？没有啊，就这么搂着啊？都哥们儿嘛，都等于是。谁家哥们儿是女的呀？男女授受不亲的还。现在这种年代了，你还就计较那个干嘛？不是，什么年代就男女都不分啦？那也分呀。但我就是有些时候你看嘛，可能说哎来车了，过马路了，那我说怕他走太外面，怕给车撞了嘛，那我就把他拉回来一点，我觉得也正常吧。他看不见吗？那我不是出于好心嘛？那你可太好心了，勾肩搭背的算什么话呀？我都说了，当着你的面还是？对，当着我面，我搁旁边，他这样搂我，那边这样搭那女生肩膀，这样，就这样。你当时说啥了？我当时当他朋友面不好意思，就是骂他。这有啥不好意思的呀？反正那朋友一走，我就开始骂他，跟他吵架。你应该当着他的朋友面吵，下次他朋友都不敢让他这么搂着。我脸皮薄吗？我。好，那还有什么行为能够体现出您在这4年当中的恋爱当中像老妈子一样操心？他不止跟女的暧昧，而且他还骗我呢。就那次他说他去按摩店去按摩，跟他朋友，我说行，那去吧。然后给我发了个定位，说他去这店了。我说好。然后我给他打电话不接，发信息也不回。然后我看了看他手机定位，发现他没有在那个按摩店，是另一家。哎，我当时不也跟你说了吗？就是一开始我跟我同学去那个店，到后面他说他请我嘛，肯定以他的那个意愿为先嘛。那你不回我信息啥意思？没看着呀。对了，我突然想问一下侯律，就是比如说像情侣之间，我去查你的定位，这算侵犯隐私吗？对方允许的情况下是可以的，因为这个权利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开放嘛。但是如果不允许的话，别说情侣，夫妻之间都不行，也不行。比如说，我趁你睡觉的时候把你的手机给同意了，然后呢，我就可以偷偷的看到你的定位了。肯定这是不光是定位的问题，只要把手机解锁，浏览里边任何的东西都属于侵犯隐私权的行为。那我有个问题，老师，就是你看吧，虽然我说我一开始我同意他看我定位了，就那一次事情来说，那他也是没经过允许，那属于违法吗？你现在手机你不经过允许，他怎么能看得到呢？因为你什么时候不允许，你可以功能给关闭。明白了。这个发现了他去的地方和跟你说的地方不一样，只有这一次隐瞒的行为，还是说还有？不止这一次，他说他去找他朋友玩了，结果去哪儿了呢？去酒吧了。这我怎么知道的呢？是我一个朋友在酒吧碰见他了，他还不承认呢。因为我知道嘛，我跟他说我去哪儿玩，去酒吧玩，他肯定不乐意嘛。那我不想跟他吵架，那我就跟他说，那我去我朋友家玩一下。关键是你骗人不止1次2次了呀。那我骗人我也没干什么坏事，我只是因为单纯的就是我不想你管我管太多了。所以你觉得这个操心的老妈子对你是一种控制是吗？对，因为我觉得吧，我们俩虽然说是情侣关系嘛，但我觉得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属于自己的一个私人空间。姑娘，你没有自己的私人空间吗？我也有自己私人空间，我自己玩的时候就不带他嘛，可能。就不带他了。但是他出去玩，我真的很想知道他在哪儿，因为我不放心。他都已经当着你的面搂别的女生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我没有同意啊，我事后就跟他吵架了。你的沉默不就是同意吗？我当时不好意思吵，事后给他吵的，然后他也答应我了。好，也就是说你们两个人信任问题上，其实也是有很多隐瞒和欺骗你的行为，是不是？对，我觉得不能说是欺骗，我觉得只是跟他说了一个善意的谎言而已。那不叫欺骗，叫啥？善意的谎言是以谁的利益为出发点的呀？那我也要有自己的私人空间呀。振振有词哈。好，操心的老妈子，还有什么行为让你崩溃的？还有就是他特别的邋遢，妈呀，家里啥样跟猪窝一样，下不去脚，那外卖没吃完的就扔桌子上，地上都是脏衣服，我真受不了了。然后就给他收拾了收拾，他说改，然后也没有改。你说以后我俩要在一块儿结婚了，
那这样他怎么办啊？怎么生活下去啊？哎，你先别说我这件事儿，那上件事还没说完呢。哎，你觉得我去外面乱玩，那你自己呢？他还看男模表演，我是看的是演出，人家不是男模，好不好？就他看那个表演，哎，那男生跳舞，哎，把衣服脱了在那跳呢。那我就觉得我身为他男朋友，我就不乐意啊！哎，拿我跟那些男的去比较，你看，哎，人家有腹肌，哎，人家跳多好啊，你怎么不学人家呢？这就受不了啦！他没当你的面搂别的男生的呀，那他一直说也让我难受呀。不，这有啥可难受？以你的标准，这不太正常了吗？他还没叫别的男生宝宝呢。我感觉他管我嘛，不让我去，那他自己还去呢。我去的那正规地方，人家那是演出，好不好？唉，刚才说到他自己特别的邋遢，是吧？对。那你的老妈子行为体现在哪儿？我给他收拾家，然后他不管。他不光家里不收拾，自己也不收拾，平时出门也就邋里邋遢的，头也不洗，脸也不洗啊。这不今儿行吗？这不，那今天他肯定得洗洗啊。今天是来分手的是吧？对，确定吗？确定。好，男生你呢？那不行，那以后我肯定会改的呀。而且你以前逼我收拾的时候，我不也收拾了吗？你还以后改呢？老师，你说这话呢？能信吗？你今天是来干啥的？他要跟我分手，我觉得没必要。我觉得我们在一起那么久了，我都忍了4年了，我真受不了了。来，你说具体的要让他改什么？首先把那个邋里邋遢的给改一改，然后不要跟女的搞暧昧，不要骗我，就这3点大要求了。就这3点，他对你怎么样？平时？他对我平时还挺好的，挺好的，也会给我准备小惊喜，给我买东西啥的。去年吧，他生病得那个应该是得什么流感，后面那时候我给他去那个买药，你买个那个一个药200多块钱的，我都愿意给他吃，就1粒呢。我觉得我挺关心他的了。但是你平时对我也不好呀，老是骗我。那所以好，今天的我们把所有的诉求点说出来，就是你觉得这4年你作为一个恋爱当中的老妈子，操心已经操够了，那么还想继续操心下去吗？说实话，我真的不想这么操心下去。不想这么操心，所以你需要他改3点。第一，要非常明确他跟异性的边界感。对。第2，不可以骗你。对。第3，要改掉自己邋里邋遢的习惯，对吧？对，是。好，就这3点诉求，你觉得你能做到吗？我觉得我能做到呀。哈哈。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各位老师们怎么说。没有那么多的眷恋了，这是第1句话。第2句话，我们原来说什么爹系男友这是妈系女友。我觉得所有琐碎的唠叨的背后，它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就是有要求。而且还会有频繁的说教，所以你是带着一种使命感走进你的这段关系里的。你觉得如果没有你帮他收拾这个残局，如果没有你帮他整理这个屋子，他的人生就是烂泥扶不上墙，从此一塌糊涂。他谈不上爱不爱你，但他肯定更爱他自己。你不断的去证明说你为什么不说实话，你在哪儿为什么不告诉你准确定位，你干什么为什么接不了我的电话，背后都有一个诉求，就是姑娘他给了你想要的那个答案，你有勇气面对吗？不过我真的会有一种隐隐的担忧啊，姑娘，我觉得你可能和任何一个男孩子在一起，你都会是这种操碎了心的样子。不要介入到他的事情里，这才是对于你这段感情最好的尊重。今天我们男主人公一直在提说要私人空间，我想告诉你，前有车后有辙。那第2个问题，今天我们提到了一个法律上的名词，叫做隐私权。法律是一种约束，但是它也是最低的道德底线。你们俩谈的是感情，你们俩不是谈法律的时候，什么事儿一旦到了谈法律的时候，说明没有感情了。我想告诉我们今天女主人公一件事儿啊，今天让我最接受不了的一点是什么？是她当着你面在做那些事儿。有人说渣男是愿意骗你一时，而好男人是愿意骗你一辈子，他都不愿意骗你了。这种东西叫做肆无忌惮，最归根结底的一句话叫做他没那么爱你。谢谢侯律啊。来提醒一下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的侯律呢是专门去做婚姻家事的专业的律师，非常非常的厉害。那如果大家有需要请侯律帮忙的，通过微信去扫描屏幕上的那个2维码，添加我们的爱宝小助理，就可以获得侯元轩律师团队的专业法律服务了。老妈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义呢？没有人会管自己的妈妈叫老妈子，我想老妈子更多的应该是佣人吧。如果在一段恋爱关系当中，一个女生4年都觉得自己是她的佣人，那你谈的是什么恋爱呢？
但你依然乐在其中，还幻想着你们两个人的未来。我得让他改呀，因为他改完之后，我们两个人未来的生活就能变好。可是你没有想过，哪有未来呀？这个男人当着你的面都可以跟其他的女人边界不清，所有的边界不清都是在为出轨做铺垫。姑娘，99步都是爱，最后一步是尊严。就这样。夏先生，您25岁，在读研究生。我可能老了啊。现在的研究生在读的时候都能打着游戏去按摩，按摩完了去酒吧，都是这样研究的。那也没有吧，就有些时候可能说出去玩嘛。没事儿，你觉得正常没关系。我说了嘛，我老了，钱哪儿来的？家里给的，然后自己偶尔也会去做一些兼职。家里给的不少吧？够生活费吧？行嘞，反正生活里包括酒吧，包括按摩，还能换个店按摩。我觉得二位应该分不开，因为呢，窦女士啊，你的情感比较的空空荡荡，你得拿一个没事儿给你惹麻烦，没事儿给你找一些事儿，让你老觉着不那么安全，又想控制又控制不住的夏先生，去把你的情感生活填满，还得上门给人收拾房间。你去想啊，如果她跟她那闺蜜啊，要是不搂一下肩膀，你要不接下来跟她闹点别扭，接下来的时间咱干嘛呢？有时候那不痛快，正好是咱们空洞生活的一个填充剂。当然啊，你的男朋友有他的填充，他的填充很丰富啊，比你丰富。你是用你的男朋友来填充。25岁，大好的年华，上着研究生，你们再把自己的时间花在什么地方啊？我们的导师教给我们的东西是那么的不值得我们去专注，那就谈这恋爱吧，闲着也是闲着。我讲完了。如果你们现在分开了，未来回想起来一定是说对方对不起我，你管我太严了，你控制我，问题都是对方的。那我们再想一想，如果你男朋友的暧昧，他的邋遢，他骗你，全是你造成的。你管他社交，管他穿搭，他当然自己什么都不用管了，所以他邋遢。他能当着你的面去搂他那个闺蜜也好啊，是哥们儿也罢，你爱面子说我不能揭穿他，你纵容了。你管得太紧，为你好的名义，你把他捆绑的没有自由，他要呼吸了，所以他叛逆了，他骗你出去喝酒了。你觉得你哪一点给他的是爱？他怎么去感受到你们之间的情感？所以我觉得你要他改那3点，全是你造成。男生，你告诉我，你不要空间要自由，那你拿什么给对方换你的自由呢？底气是什么？那就是信任。你不用查我手机，你也知道我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情。你们之间有这个信任吗？然后用理性的思维去审视一下你们情感的问题，然后去解决它，而不是逃避。就这样。好，谢谢曲总，谢谢你们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你们，好吗？谢谢你们，来，请回到门后。就是男生感觉一点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到底在哪儿，他觉得还挺享受的。所以这个女生到底她想要什么样的感情，那就不知道了，对吧？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并且呢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我们都会开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都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欢迎大家和我们连线。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一组情侣他们是否会选择出来呢？来，3、2、1，请开门。哎，都没。男生也走啦？男生觉得食之无味了，这段感情。他怎么还走了呢？因为他一直觉得这段感情是鸡肋，人家现在想通了，我想吃鸡腿儿，明白了吧？而且人家不缺鸡腿儿。嘿，就可能找那个搭手的、搭肩的那个。那我哪知道这？咱不知道。所以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在感情当中一定要想明白一件事儿：值得还是不值得。
好，那我们接下来有请我们下一组嘉宾登场，欢迎他们。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王先生，29岁，来自河北，餐饮；龚女士，25岁，来自辽宁，个体婚庆。那么，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对方在你心里是什么样的？我觉得他就是个祖宗，不管是对与错，到最后还是我认怂。他一直敷衍我，还总把错怪到我头上，谁家祖宗总背锅呀？你现在的困惑是什么？你说我这恋爱谈的，要钱钱没有，要人人不在，我也不知道我图个啥。我对象看着挺温柔的，其实老刚了，就不能让我过得舒服点吗？求你了，祖宗，别作了。我听着我感觉挺恩爱的呀，都服了，还来干嘛呀？不是，都把对象当祖宗了，这还要啥呀？对吗？还要啥自行车？他真是个祖宗吗？难伺候的祖宗。我觉得我不是。你觉得你不是啊？对呀，他说你还难伺候呢。我觉得我平时操心的事儿特别多，而且我觉得如果他就是履行恋爱这个义务的话，我觉得我一点都不矫情。今天你俩谁要来的呀？我要来的。你要来的。对。但是他反而感觉抱怨的更多。我这次来主要是觉得他，跟以前不一样了吧。那你说说他跟以前怎么不一样了？我刚开始跟他谈的时候，他对我特别好。假如说我想看日出，他上夜班嘛，他能就是不睡觉，直接就去陪我坐高铁，然后去早上看日出。现在呢，我一说什么，他就说：“哎呀，太累了，太累了，我没时间。”你觉得你总见不着你男朋友呗？对。你俩一周见几面啊？也不太固定吧，可能是2、3次差不多。那你咋呢？一开始不是伺候的挺好的吗？怎么现在就变成难伺候的祖宗了？就是我现在是工作嘛，可能会忙一些，那不能随叫随到。就比如我前阵子有次聚会，就我们这边朋友都已经差不多很久没有见面了嘛，然后那天我是突然间有假了，然后我跟他说一声，我说我去那边聚会，然后还不让。那哪是我不让啊，他也不看他那什么聚会，一群女的叫他聚会，而且他那朋友都知道他有对象，也没说喊我。你是不放心他去这个聚会，还是说你只是想让他能够更多的跟你在一起？那么多女的，那你说我能放心吗？就算我见过几回面，再怎么说我也不熟，而且那个女的又没对象。我到最后发现他生气了嘛，可是这边还是老大呀，是吧？还是祖宗嘛。然后两边都没讨好，到最后那边也没去，最后最后也去了，也是最晚去的，也是。那你去没去吧？去了，自己去的。老爷们说话磨磨唧唧的。哎，你可以带他去呀。对呀，他都生气了，你把他带上不就完了吗？没有带家属的。而且他1个月就2、3天假，我想着是他休假陪我，结果他休假前1天晚上才跟我说，那他朋友提前1个星期通知他了，然后他到前1天晚上才告诉我这个事儿。那我肯定要生气啊！行，就是觉得祖宗阻拦了您去聚会啊，还有什么呢？一点个人空间不给。我本来休息很少，上次他出去玩了，然后回来了，然后那天我休息1天，我寻思我打会儿游戏，然后中途给我打电话，让我必须去接他。我说打车15分钟到家了，有啥不行的呢？那天因为我们回来本来就已经很晚了，9、10点钟了，我嫌2个小姑娘走也不放心，而且家里有车，接我一下能咋了？本来也不好打车那时候。然后让他接，他还不乐意，就开始跟我甩脸子。那我肯定我也不乐意。那我觉得一个女生她就是不安全，晚上。我听着你这地位不太像祖宗啊。我也觉得我不像。聚会，人家也没落，反正去了。那接站我也没接，反正我是挺不满意的。而且他啥事都不往心里去啊。因为我们已经谈了有一段时间了嘛，准备要谈婚论嫁了，那我肯定要聊聊细节嘛。婚房我肯定说要加2个人的名字嘛。结果这个事儿他都没办明白，跟他爸说只写我名字，他爸还生气了。肯定我也能理解，辛辛苦苦攒的钱，怎么可能只写一个小姑娘名？但我当初的意思就是写2个人的名字，我觉得我没什么问题啊。当时我也是可能没听明白吧，然后一跟家里说，家里也急了。最后这事儿误会解开了吗？他爸妈说要好好研究研究，然后从年前开始问到现在都没个答复。你爸妈什么意思？研究呗，这种事咋着也是家里掏钱，你就把这事研究好了。是研究还是往后拖一拖呀？就是说白了，你要具体去了解一下。你想了解啥？我们这有律师。
我也觉得今天有律师就正好一起说清楚了。干嘛非要加这名字？因为我觉得他这个房子毕竟不是全款买的，只付首付嘛。那我们家肯定也是要套装修的嘛。那如果说就是真到特别不好的那一步，我总不能把装修把墙都抠走吧？你看，没结婚都开始想分了。人家他说的很有道理，你别说想不想分，结婚之前。父母一方为子女购房的，视为对自己一方子女的赠与。如果在婚前登记一方名下，那房子就是登记一方的；如果登记在双方名下，在结婚之时算共有财产予以分割。也就是说，只要是结婚之前，你父母出资的部分算给你的赠与，他父母出资的部分算给他的赠与，这两个不发生混同。来，我们接着说啊，你还有什么不满的？那个时候。我们刚谈2个月吧，我们家那边就是有老人去世的时候会摆灵堂嘛。那我一个女生，我晚上走肯定会害怕呀。害怕的时候让他来接我，这来接我都不接。当时我是正在上班，他那个地方特别繁华，我是上着班呢，我咋去啊？那后来我不也退步了吗？我说你实在没时间的话，咱俩打个微信视频，我走过去。结果他语音也不接。那你为啥不接呢？工作忙嘛，就是我这太吵了，没听见。那当时基本上没几分钟吧，就是上一句回的。真没看见，他不是生气了吗？到最后回家的时候，我也哄啊，我说真没时间呢，还是不认。他是哄了，他说啊，我当时没讲那么多，我跟我哥们儿，我们走这个都不害怕。那我觉得他们不害怕，就不一定代表我不害怕吧？这不能一概而论呢。这真不是祖宗，祖宗那不得立刻马上去吗？甭管你在干嘛。后来有一次我发烧，我发烧，我让他陪我去，他都不去。发烧为啥不去？也上班呢？工作呗，我感觉不是很严重。然后我问我身边朋友，我说当时你上班的时候，你女朋友如果是生病，你是陪吗？他说我跟我女朋友说的时候，我上班你自己去呗，也很理解呀。然后他这都开始跟我吵架，一吵一晚上。那你要觉得人家女朋友好，你跟人女朋友过去呗。你去医院，你讲实话，你是想要博得他的关注和关心，还是真的想要让他陪你？因为我觉得我真的需要他，因为你想想，假如说我发烧的时候挂点滴，我肯定，假如说我交费什么的，肯定都不方便呢。你多少度啊？39.2度。我咨询一下曲伟老师，如果你交女朋友的时候，你女朋友发烧了，您正好在工作，您怎么办呢？说句实话，我觉得这不是急症啊，可能还真去不了。就此时此刻，家里人要真有什么事儿，您觉得我把咱这舞台扔在这儿，我扭头就走合适吗？不合适。客观讲，我媳妇儿要39.2度，我肯定会走。在庭上能走吗？庭上肯定不走。就是嘛，这所以分情况。对。你是干嘛呢？说说。我餐饮。当时在干啥？照顾顾客嘛，就是人正式多的时候。只有你一个人是吗？只有2位。你管什么？我啥都干，因为那店是我的。哦，你走不了是吧？对。啊，当时正是饭点是吗？差不多。我觉得就是你当时来不了，你是不是之后你就是来看我一下，或者是怎么样的那种？那肯定得。没有，他就觉得我不严重，觉得这个发烧这个东西吧，不是什么大病，觉得就没什么事儿。那这就严重了。我觉得那天没啥事儿。你是用什么判断没啥事儿呢？就是打电话的时候啊。他打电话又没看到我人，怎么能知道我有没有什么事儿？所以他是自我的这种的揣测，觉得你是在故意矫情哈。对，明白了。他很多方面都让我不舒服吧，有时候他说话也特别不舒服。那天他早上有点事儿嘛，因为他晚上看店，早上有点事儿，晚上就有点起不来嘛。我说那我帮你看一会儿，正好我下班了。然后他说行。那时候他朋友来了，我跟他朋友聊2句，过了能有半个多小时吧，他来了，他说。你走得了，我说什么叫我走得了？我说这是轰我走还是咋的呀？老师，这是纯口头禅啊。那时候我还跟他朋友聊天呢，就走到我面前说：“你走得了。”哎呀，反正综上所述啊，我是真没听出来哪儿像祖宗。就比如一个很小的一件事，它能无限放大。我做饭，他在那待着，我把饭做好了之后，刚做了2个菜，我说你过来吃饭，我叫了1声不搭理我。叫第2声不搭理我，第3声都水脸子了，催我干啥呀？我说我菜提前做好了，给你准备好了，已经热乎的，还有一个菜没出来呢，你都先吃着，等会儿我得了。然后就播。
那个时候他把所有菜做完，基本上收拾完都得10分20分的。那我刚才那做10分20分的干嘛呢？我为什么不能等他一起吃呢？我一说等等，他非得一直催我。他做饭，你为什么没在厨房陪着他呢？他说我做饭难吃，我给他做了4、5回饭吧。你不用做呀，就帮他打下手呢。他就是嫌我挡害，或者嫌我什么的。还有什么事儿你觉得他像祖宗的？就是我这随叫随到这一点像祖宗吧，就是每天不管是啥事都跟但是虽然是你说他像祖宗，但实际上你并没有把他当祖宗一样捧着。也算是。所以今天你们2个人，大家都各自有什么诉求？我想要有点个人空间，就比如我自己放空的时间就可以，让我过得舒服一点。1周几天？1、2天都够。1、2天别找你呗。你可以随时联系我，但是你不能是把我叫走。我能给你打电话聊天吗？可以。能给你发信息吗？这种但不能见面。可以，就是可以，但是你别无理取闹的那种。本来没事非得让我过去。我不理解他。那我觉得2个人谈恋爱，为什么2个人不在一起？为什么还要分开？那谈什么恋爱嘛？各过各的多好啊。1周给他1天自由的空间和时间行吗？你知道他1个月一共也就休2、3天，我还给他1天假，那我干啥呢？那你要啥？你的诉求是啥？那我肯定是想要他陪我呀。你就说情绪价值他也给不了，你也能听出来他也给不了，钱也给不了，因为他刚创业也没什么钱。那你说我谈他有什么意义呢？啊，对呀。来吧，老师们，就是钱给不了，情绪价值也提不了，这样的恋爱我谈着有什么意义？吕老师，首先，姑娘，我觉得随叫随到是你对这段感情的一个标配化的标签儿，不一定随到随到，但至少他要给你要的回应。你有没有把我放在你人生当中最重要的那个位置？首先，必须要认识一个很残酷的真相。一个人永远不会把任何一个人放在自己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位置且永恒。第二个，人啊，至于环境而言，永远都有一个情境的优先级别。比如说，他就是在工作，你那边的事情没有他现在要处理这么多细碎的工作，那个更非他不可，所以他要有情境的优先权。所有的带着必须名头的这种爱情和要求都会很窒息，所以他要透气，明白了吧？为什么他要请个1天假或者2天假？就是因为在你的那些要求之下，他觉得喘不过来气了，有这种距离，他才会有吸引。但是你有一点好，就是你一直在沟通，你一直在表达。男生，我不知道你在台上是从哪一刻开始就这么环抱着手，就这么一直站着，我记不住了。但是在我开始留意到你的时候，你就这个姿势就没有变过。这个姿势本身背后，一个是你不想开放自己的沟通渠道，还有一个你很固执。我说句实话，你对他种种评价，我没有听到你在这个台上做出过任何妥协，到最后事态都在朝着你说的那个方向在发展着。所以你在这段关系当中，你又做出了多少努力呢？如果你不愿意打开自己去沟通，你不愿意让自己和他之间的这种互动或者同频共振，慢慢的朝着一个趋同的方向去一起成长，我觉得从你的这个角度，你在关上一段感情的门，而不是他。我就说到这。我在你们这段关系当中看到了一个恶性循环。这段恶性循环是什么呢？女孩要求你做的那些改变，你不是心甘情愿的去做，是不得不做的那种感觉。第二个环节，往往你做了之后，就会有这种因为我为难的去做，你看我都做出这么大牺牲了，我为你改变，会陷入到一种叫做自我感动的状态。但是第三个环节，你做的这些东西并不被对方认可，他觉得你做的不够，你做的不到位，所以你又发生了自我怀疑，因为你没被认可。第四步，新的改变。当你遇到女方向你提出来的新的改变的时候，那你会面临的一个问题会更为难，然后会又陷入了下一个自我感动等等的这一个又一个的恶性循环。所以我觉得你们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进入了这个恶性循环，以至于现在的关系在往愈演愈烈的方向去发展。所以最后送给你们一句话，错的人本身就是错的人，他不会因为在感情上面另一方给的更多就转化成对的人。勉强
就是互相折磨，而成全才能造就你们各自安好。谢谢。好，谢谢侯律。也提醒一下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的侯律呢是专门去做婚姻家事的专业的律师，非常非常的厉害。那如果大家有需要请侯律帮忙的，通过微信去扫描屏幕上的那个二维码，添加我们的爱宝小助理，就可以获得侯元轩律师团队的专业法律服务了。很简单，两个人谈恋爱现在进入疲惫期了嘛。所有的男人和女人在进入恋爱的时候，女生是在一点一点爬坡的状态，而男生是从高点向下走。他跟你恋爱的那一刻是最爱你的，所以为什么很多的女人就说，他没有刚开始追我的时候那么好，他对我没有那个时候那么好，等等，他所有的好都在那会儿用完了。谁可能时时刻刻的没有自我，永远为你一人服务？但是女生有的时候就是认不清这个真相，她幻想着这样的好是一辈子。当然，男人在承诺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可是绝没有任何一个男人，除了你爸，能够对你如此无私的爱。所以当你认清这个现实之后，就看你接不接受。如果你不接受，就去找另外一个高点的男人嘛。消耗殆尽的时候再换一个。可是换到什么时候呢？所以，女人毕生的课题是，在不断的岁月的流逝的过程当中，在不断的你我可能并没有曾经那么亲密的过程当中，我可以丰富自己的内心和丰满自己的羽翼。你在的时候，我可以是那个怕黑的小姑娘，但当你忙的时候，我一个人也可以走过坟路。这样，你的价值就会闪闪发光，离不开你的就是这个男人。他一直给你做饭，你就给他做了4、5次饭，没错吧？对，但是我每次做他都不吃啊。是，但是他一直给你做了，对吗？他给你做了2个菜，第3个还没出锅，他想让你吃一口热的，他叫你叫的时间不对，对吧？我想的是我们俩一起吃。没关系，我就问你谈这恋爱干嘛？他给你做没做？那仨菜是不是都是他做的？还有啊，你刚才说的这个房子上加名字的问题，谈的方式不对。为什么不是双方父母坐在一起谈呢？既然房子还没买，要结婚的时候，要买的时候，双方父母可以商量啊。你让他跟他爸爸商量，他爸爸当然很好拒绝他。是这样啊，你有没有看到你这男朋友为你做的很多事儿啊？看见咱就说看见了，没看见咱就说没看见。看见了。好嘞，是这样啊，小王，我特别支持你，保持你的个性，能做的我做到了，我有些不能做的我也做到了，我不愿意我要说出来，不然的话我告诉你啊，什么叫得寸进尺？2个相爱的人依然有可能得寸进尺，我恃宠而骄，到最后那个受委屈的人，如果你一直不说，你会被委屈死。所以你不喜欢你就说，这是我作为一个旁观者我要说的，我讲明白了吧？好嘞，徐老师。女生是在细节里找爱，男生是在退让里委屈，所以你们陷入到一种我要的你不懂，我做的你不认，这种内耗的循环里。女生，我觉得你有点过度期待他给予你的爱了，所以你把指责呢就当成了一种你的表达了。真正的爱应该是什么呢？不是我需要的索取，而是对方要主动愿意的说对你的在乎。男生，我告诉你，有的时候你做了呀，人家要的不是你的做，要的是什么呀？要的是你的主动愿意去做。想想你曾经不是这个样子的，你能够主动的去关注到那些细节的，但现在你不能了，那你是不是出现了问题？当然谁也不能一直保持高浓度的这种恋情，对吧？但是咱们也不能太突然了呀。而且他要的是什么？你真正的在乎。那个发烧的那一晚我们都可能去不了，但之后一个关心的电话，一个非常温柔的问候，难道不能给吗？那一定是你的疏忽啊。那你为什么疏忽了呢？
那你此时他的位置就是不那么重了吗？有时候我们做了也要说出来，而且一定要有主动的去给他关注，这样才能让你们感情一直走下去。我们虽然不能把高浓度的爱情一直持续下去，但我们可以怎么样？做到呼吸有度，给彼此空间，给彼此必要的关注，要懂对方，好不好？就这样。好，谢谢曲总，感谢二位，请回到门后。那么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可以登录微信去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的公众号、视频号。我们记着，我们不收取任何的报名费，小心受骗。那么我们接下来要看一下，今天我们这一组嘉宾他们两个人是如何选择的呢？王先生和龚女士是否会出来呢？来，3、2、1，请开门。王先生和龚女士是否会出来呢？来，3、2、1，请开门。我觉得这应该出来，这应该出来，就他俩应该会出来的，没问题。啊？呀？今天这我觉得这是什么意思？我觉得这有点赌气的成分在。都不一定会想明白。但是男生，我觉得他可能真的是有点坚持不下去了。可是女生，我没想到。所以你说恋爱里女孩要不要讲讲道理？要讲道理。你让我去接就去接，我一小业主，我关张去接呀。理是这么个理，但是有很多的女孩啊，在恋爱当中，她要的这个关注和唯一和独特性，往往就是她觉得我能体现到被爱。珊娜老师以前也是这样的，是，要不然现在坐这儿呢。所以修炼吧。对，就我是觉得所有的女孩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成长为了那个具有更加丰溢羽毛的自己，其实是值得骄傲的。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婚恋新说法。婚前一方买的理财是共同财产吗？这里面我们要说的就是投资的问题了。我告诉您哈，不光是理财，包括商业保险、基金等等，这些都算作投资。还有一个不要忽略哈，就是我们租的底商门脸房每个月的租金。那按照民法典规定，投资的这些本金都算作夫妻一方的婚前个人财产，但是在婚后产生的收益可算作共同财产。这里边你还不要忘了，婚前一方投资的公司做生意，在婚后的收益也算作夫妻共同财产，在离婚时可以一并分割。我们下一期爱宝再见。